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认为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活，为什么我爱人却处处管着我呢？一会儿嫌我花钱多，一会儿嫌我不孝顺老人的，还总觉得我心思不在家里。那你说我挣的再多也不够他这么花呀，小钱不变溜，大钱这花还不眨眼。他可舍得把钱往自己身上花了，那旅游他说走就走，但我给我父母买点啥，那他就不愿意了，跟我甩脸子。你说有这样当儿媳妇的吗？你说这日子你还让我咋过？但我认为呀，这些都不叫问题。况且他也总往外花钱，这日子啊过得真是太郁闷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这个年龄的夫妻为这件事儿纠缠，我还挺替他们难受的呢。来，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董先生来自吉林，55岁工人；女嘉宾李女士，55岁，来自吉林退休。有请两位，有请。结婚多少年了？结婚30年了。这不是结婚30年了吗？这破事还闹？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退休了嘛，花点钱呢他就不愿意，总跟我俩闹别扭。我就觉得退休的生活应该丰富一点，他不应该总是这么管着我啊。我并不是说管着他花钱，他花的钱吧超出我们这家的生活范围了。哟，我俩的工资呢加一起是7000块钱，还有2套房子租呢，一年呢租3万块钱。这个5年之间呢得有40多万。从我爱人退休于2019年一直到现在，钱一分钱没剩。钱呢？买衣服，买化妆品。他总是反对我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化妆品我给你买了，我都照下来了，不给你看看，太多了那化妆品呢。这化妆品你看那黄的这绿的我都不知道是哪国的，老多了，抽匣里还有。其实买点化妆品也没有什么，漂亮一点不是对你也好吗？我感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哈，这个消费好像高一点。我们具体问一下，您一个月用在化妆品上的钱有多少？有3、4千块钱吧。这么贵啊？因为那面膜都挺贵的嘛。你们用得到吗？比我还高，确实是。小鹏老师用不了，来，真用不了，3、4千一个月。3、4千很厉害了。对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涉及到就是你反复消耗，怎么会能消耗到4000块钱呢？对啊，就是你这个平摊下来一个月也就是1000左右。美容院做一下美容嘛，护肤嘛。等于他既在院线做，又在家里买护肤品，这还真是一笔大消费。因为我感觉就是保养嘛，年纪越来越大了，看着也好一点嘛。可以保养，咱花的钱太多了。对，你可以保养，但你这钱是超出了。对呀，我这5年的话，我家得40多万，45、6万。行，这个要是这么说的话，一个月3、4千，那就算小钱。哎呀，对呀，这是小钱，对。他要买大东西买什么呀？大东西，这退休以后，我跟你说啊，上家有个社区，给个鸡蛋，给5个鸡蛋，给啥？之后呢，不到半拉月就买个床垫子，花1万多块钱。哎，就这个床垫子，这里头是有瓷的，是有啥的，有像塑料片似的。这个床垫子是保健作用的，我有的时候腿疼嘛，有那个理疗的作用。啊，这多少钱？1万多啊，因为这玩意儿，我来气了，我直接我也还买过什么？还买过去旅游啊，上啥地方我也不知道，坐飞机去的，完也没跟我说。到那嘎就买了3个镯子。什么镯子？咱也不知道。这拍照片了吗？拍照片了，看看。他那镯子不如我给他买那个金镯子，你看看啊。哎，就这个，这多少钱一个？这边这个2个是1万块钱，那边那个单的是8000块钱。这啥镯子呀？那个是玉的。哦，
这玩意儿因为这两个我都挺挺喜欢的，我看着挺好的，我就买了。贵了点。妈，你得带呀，我也得打那金镯子，你看多好。好，40万没了。40多呢，40万。那工资有数的，那都钱在那嘎租有数的。他就总埋怨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嘛，这些钱嘛，家里钱没剩下，他就是总希望钱攒一攒。然后我就感觉这个钱吧，哈，也是必须也得花出去嘛，不花出去，这么大岁数了也得享受享受吧。不是你可以享受啊，你享受的方式有很多呀，您别糟蹋钱呢。我感觉就是这些东西也不算什么浪费呀，就他就是总是埋怨我不愿意让我买这些东西。哎，买一些服装啊，像我一些做的头发呀，他都不愿意。那在财务上您有什么规划吗？就您的规划，您说您的规划。我现在还在工作啊，再有3年4年退休啊。我跟我爱人去旅游，完了之后呢，岁数大的得有2个养老钱，吃五谷杂粮，谁没有病灾天天病热啊？对，是不是？再攒点钱。对，想攒2个。您是说现在的钱我得先把它花了？您是说未来我们还需要钱，攒一点，对吧？这小片里还提到一个，好像跟您父母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啊。那有这么事儿，我父母吧70多岁了啊，现住的是4楼。我寻思呢，给我妈妈爸爸呢买个1楼，带有花园的。但我妈那房子呢，还能卖个70、80万。你妈妈那房子都够住，为什么还要买新房子呢？那不岁数大的，我寻思养老人了，一辈子辛苦。我寻思在1楼种花园啥的，但是也花不多钱。人家原来还有房呢，一卖，完了再交点首付啊，完了呢一年呢还点就够了。我答应我妈我爸，1个月我给你1000块钱。哦，完了这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吗？有一个哥哥。哥哥愿意一起分担？我哥哥不参与，我是不是老儿子嘛？啊，完了我妈我爸呢是想跟我在一起嘛。哦，哎，就这个相当于您父母置换完这个房子之后，需要您付点月供。哎，对，1个月付1000块钱。对，付几年啊？8年，1年1万，12000。哎，对，8年下来不到10万块钱。对。然后这房子实际等于您父母100年之后就留给您了。哎，对，留给我，就听懂了啊？不干了。这为啥呀？我就认为现在也没有必要买这个房子，他父母的房子也挺好的。这样人增加家庭的开支也没啥必要啊。我可能属于那个老年人的这个思维啊，您是年轻人的思维，就是1个月花3、4千块钱买那个护肤品，我觉得那是年轻人的思维。我属于老年人的思维。那要从我的角度来说，我1个月省1000块钱买化妆品的钱，去买一套花园洋房1层的，未来我们养老也可以住。我觉得这买卖好像更合适一些，您觉得呢？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买那个房子。所以这房子买没买啊？买了。哦，买了不就行了吗？买了就不干吗？就得给拿钱不干吗？一个月拿1000块钱不干吗？1000块钱不干，为啥？他不是光拿1000块钱的事儿，他就是经常上他父母那去，最多吧2、3天，几乎是天天都得去，每天都得给他父母买东西，每次去都得100多块钱。那这样算下来，时间长也是不小的开支。另外还有，他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出去跟同事喝酒啥的。有一次他去参加他朋友母亲的生日宴，他那天呢喝酒喝的就很晚了回来的。本来他就应该回家，结果呢他没回来，他跟同事又去打麻将去了，打到后半夜2点多钟他回来了。我就挺生气的，我就说了他2句，他就不愿意了。我家一个水杯嘛，他就扔在地上了，然后晚上动静也挺大的。他就回屋睡觉去了，我也气得够呛，一直到第2天亮天的时候呢，我也没睡着。后来我连续好几天呢，我一直都这个头疼。我们俩从那以后就生气了，他也不理我了，我也不理他了，一直能有2个多月吧。嚯，这口气憋得够长的。我们俩就去上民政局去了。干啥呀？准备要离婚了，不在一起过了。后来那个民政局的同志说，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有1个月的冷静期。然后我们俩就回来了，还是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我们现在已经分床睡觉了，他在一个房间，我在一个房间。这个离婚冷静期到了吗？没到呢，现在。你们等于现在在离婚冷静期内来的我们这儿是吧？是的，是的。真就不想过了？
不想过了，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太压抑了。我花点钱吧，他也不愿意。他给他父母花钱呢，他一点都不心疼；给我花点小钱呢，他就觉得心疼。您那可不是小钱了，您家这钱谁管啊？再问一句，都他管。今年到1月份到现在，我还攒5000块钱呢。那您这管钱40多万的存款，5年就没了。对，可能家里头还有点。做一次美容也挺多钱呢，买点化妆品呢，我买点衣服啥的。那你还花了呢，也不都是我花了呀。行，这个2位有孩子吗？有一个姑娘，嫁人了。对，也没啥负担了是吧？对，没负担。今天是谁要来的？是他要来的。您来的目的是？我来的目的吧，哈，这么说，主持人，都30多年了。咱说，要是离婚以后再找呢，肯定没有原来的那个有点隔阂。各位那个老师们，给我呢评评理，你看我做的对不对？我要做的不对呢，我改一改。对于他来讲呢，既然来到这个现场呢，我也希望呢，我俩能合到一起。我有毛病我可以改。您是来低头的。你要是这样事儿的话，我就感觉哈，咱们还是分开比较好一点。那你说了算。您是怎么了，大姐？他就总认为我花钱多。不是您一个月其实就挣3000块钱，您看您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完，我们还有个房子2套房子在出租嘛，这样事儿的话，我就把这些钱都花了。他就不愿意了，就总说我花钱多，有的时候我还要买点保健品啥的。您这些床垫子，就这种骗人的招，您还信呐？这个床垫我感觉也挺好的，有理疗作用，躺上去热乎乎的。现在不是你买个电褥子躺上去不也热乎乎的吗？现在腿也好多了，现在这腿确实是好多了。哎呀，我要花了1万多块钱买一床垫，我也觉得哪儿都好，这不是个心理吗？哎呀，行，听明白了。您还想过？不听您的，您就不过。是。还有一件事，主持人啊，那旅游去啊，说走就走了，连打招呼都没打招呼。去哪儿啊？去南方那头啊。干啥呀？旅游嘛，人家这不退休玩嘛。跟谁呀？旅游和同事一起去旅游去。对，那为啥不打个招呼呢？对，你看看那厉不厉害？跟他事先打招呼，他也不让去呀。你看看，这招呼也不打，你走，买啥都不跟你打招呼，买你。没拿你这当户口本。哎呀，这怎么一退休哈？过去老说退休男人变了哈，你看现在退休以后女人也变哈，这变化也很惊人，这可咋整啊？来吧，各位老师，你们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现在是离婚冷静期嘛，我觉得大爷您应该先把您的那份钱给要回来。因为你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是有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你已经完全操控不了他，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清楚。我觉得现在的话，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姐已经很明确的表示她不想跟你过了。其实大姐她就是想追求一个她自己认为有品质的、她所向往的老年生活。你们俩在接下来这段路里面，你们俩不是一路人。现阶段我觉得你要我们去改变他，说你不要去爱美了，你不要去做美容了，然后你跟我一起回家好好过日子，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可能他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预期。所以现在我觉得您还是想想说你未来要怎么样的去过你的老年生活，因为对方的预期里面没有你，他所有规划的美好生活里面，现在我没有听到跟你有关的部分。我也觉得您哪个月供父母这10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尽孝没有问题。那说一下这个大姐，我可以跟你共情的是，可能过去没有享的福，你之前没有追求的东西，现在想得到一个心理上的平衡。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是那种病态的爆发式的不顾后果的去做你以前的一种心理补偿。就这样的话，其实对您未来的，如果你们俩真的离婚了，那对您未来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你现在要想的是，你应该把一笔就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养老钱给规划好，就万一你哪一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至少这个能帮你抵御风险。你在美容院充的那些卡，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给你退卡。当你可能有什么样的身体，比如说发生意外的时候，你桌上的那些所有的化妆品，它也不可能解你的燃眉之急。你要想的是怎么样让自己真正的
体面的、快乐的过未来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保障好自己的后半生，这是来自一个晚辈对您的一个很爱护的一个这样的建议。第二个就是对这个大爷公平一点，您现在确实对他挺不公平的，就是你把他的你该还给他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自尊也好、体面也好，你们俩切割清楚，还给他，这样你就可以自由畅快的做你自己了。其实大姐，说实话，我能理解您其实想保健，您想让生命更高质量的活着，但其实我觉得您并没有真正高质量。我觉得现在我看到很多女性，包括也有很多男性，大家第一点都觉得很亏，觉得年轻的时候亏得太厉害了，想买吃的没有买吃的，想穿漂亮衣服没有穿漂亮衣服，想要给自己做点美容没有办法做美容，因为得养孩子养老人，所以觉得亏得慌。一旦退休过后，就想要怎么让自己不亏。其实囤东西是现在很多中老年人的一大喜好，他们无论买什么东西都是囤。我曾经见到最厉害的囤的一房子的米面油，他就觉得他吃得完，永远都吃得完。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亏。第二个，很多中老年人怕得病、怕死、怕自己生活的质量不够高、怕自己生活的不够好，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所有东西，所以怕死，希望自己能够在死之前能够更好的享受这个生活，所以就会导致一件事情无度。我觉得您现在说实话，您对自己的生活是无度的，您并不知道怎么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的皮肤、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得更好。您如果说要真正更好，您觉得自己胖吗？那如何吃您知道吗？怎么有营养的吃？如何更好的去锻炼身体？我并没有听到您做这些事情。您的无度是您并没有真正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我觉得爱自己首先是让自己活得开心，但您不开心，您只是为了花钱而花钱。爱自己还有一个是能够建立更高效的，我们叫关系质量。你也没有啊，关系是夫妻是关系，朋友是关系，亲人是关系，你也没有高效的，我们叫关系质量。所以到现在为止，您觉得离婚能带给你想要的生活品质吗？我觉得并不能带给你。可能离了婚过后，你有一部分的钱，但是人生活到最后，我们靠的是关系的。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人是没有办法开心的。所以我倒给你们提个建议啊，我们如何能够把家里的钱做一个平衡？多少钱可以拿来做您的消费？我觉得你俩商量。然后第二个，该给老人多少孝顺的钱，咱也可以商量。然后第三个，你们两位如何能够更好的把你们的共同生活做起来？如何更好的我们能够享受生活？这才是您现在应该做的事儿。大哥大姐，我有个小建议，你们俩虽然结婚30多年了，但是下边小建议是，你们俩面对面，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告诉我，内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来，面对面，看着对方，觉察一下，用哪个词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感觉？我感觉很委屈。大哥呢？你那个能收敛点你花钱？不是你的感觉，不要讲道理。我感觉30多年了，我还想跟你在一起过。你的感觉，我还想过。对，总不说真心话。你们彼此在对抗吧？好不容易做的美容，心情好一点，那边一说话又花钱，那这心情给毁了吧？好不容易出去趟旅游，又说花钱，给毁了吧？这边呢，好不容易挣点钱，想攒一点，你给花出去，又给毁了吧？没有安全感了吧？他一到父母的花钱，你又看不顺眼吧？又说两句，好不容易孝敬父母，哎，尽点孝，心里挺舒服的。你一排斥，他又给毁了吧？你们互相在拆对方的台，所以一旦对抗，努力白费，最终呢，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是吧？我不认为你们从退休以后才出现这个事儿，退休之前，你们的沟通，你们的感觉就不对了。容颜需要保养，夫妻关系需不需要保养呀？30年了，有好好坐在那儿，悄声细语的说点心里话，
有没有啊？这边也不会说，那边又说不出来，所以两个人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干呗。出去喝点酒，找到自己的乐；看看父母，找点安慰；这边没温柔，买点保健品来保护一下自个儿。两个人无外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抗，所以越走越离谱。大姐，我先说一下你啊，一个个的改都得改啊，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些年呢，把钱攥在手里已经攥惯了，您花的是1多半的钱。你想象一下，如果离了婚的话，你是没有那么多钱可花的。那真正离了婚以后，你是不可能过现在的日子的。所以你在透支着老公那一部分的他应该拥有的这种权限，都让您一个人享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象一下，离婚以后只能让你现在更不好。所以不如说，现在咱们要节制一点，这是我给您的建议。男方呢，想一想，你越想否定他，他越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让自己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你越说他，他越想花钱，最后就成了购物狂了，他自己都迷茫了。懂我的意思吗？我再重复一下啊，一旦对抗，一切白费。所以两个人好好的坐下来，把心谈一谈，两人再琢磨琢磨，是不是还要过下去。离吧，赶紧离，离了你看他上哪儿3万块钱办美容卡，1万块钱买床垫去，就是纸老虎，嘴上喊着要离，其实真的离不了。您真没算过你们家这些钱和这些账啊？就是您的这些消费和您的收入，它超出的那个预算部分太多了。你婆媳关系不好，对不对？你对婆家是有埋怨的，对吗？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婆家对你不公？对。所以为什么刚才你会说自己的感受是委屈呢？你现在其实就是在报复性消费，报复谁？报复你。他在找回他年轻的时候那些内心的不平衡，以及他觉得对他的不公平。他一方面是想要找回自己，一方面就是要报复你，就是跟你对着干。你越要干嘛，我越不同意。所以我刚才在想，她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跟婆婆关系不好，是不是跟婆家的关系不好？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关系调整好？没有调整好的后果就是现在怎么都跟你拧着来。1000块钱对您来说，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要是和谐的话，你也不是不能给的，对吗？对。根儿在这儿。那么接下来再说退休之后的生活。退休之后其实是另外一场人生的开启。我最近感触特别深，是因为我身边我们家的长辈陆陆续续都在进入这个阶段。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比他们焦虑，因为我见了太多像你们这样的案例，我就特别害怕他们也在退休之后会失去这种自我，但我发现没有。我以前觉得我爸在那年生那场病我还挺难受，后来我发现那是件好事儿。他在退休的前1年生的那场大病，让他们重新审视了生命。现在他们2个人在退了休之后，反而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的人生目标。1年非常的忙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特别的满。我想让我妈帮忙来帮我带带孩子，她都没空。就是因为他们2个人找到了一个共同人生目标，是什么？开车就走。俩人一起开车到西藏、到新疆、到海南，都是2个人相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划，我爸规划他说要在什么多少岁之前要开遍多少条公路。所以我跟你们说，退休之后是另外一场人生的开启，那这个开启仍然需要夫妻2个人找到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你们现在就是没有各自的目标，再加上内心对以前的生活有埋怨，所以对未来没有规划，就是一团麻。你说真离得了吗？30年了，我问您一句真心话，您离得了吗？
离了以后，你的生活能真的轻松，能不累吗？说的难听点儿，您到时候生病了，连个水都没人给您递。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生活空虚到极致。你们通过折磨彼此，通过冷战来填补自己的老年生活，我觉得没必要。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想一想，找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开启一场新的人生。大姐，喜欢美容，了解美容是怎么回事儿，愿意买保健品，学习保健类的知识，你这个研究以后，你至少不吃亏不上当。生命是精彩的，对吧？找个自己的喜好，别老把所有的关注度就放在这儿和父母那儿，你也得有自己的人生，其他的没有啥。今天与爱情无关，今天说了一个初老的话题。您不是老年人，但你也不再年轻了，请认识到现在这个年龄阶段你该做的事儿，好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先说。不过就拉倒吧。我就感觉我退休以后吧，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就是很委屈。这么大岁数了，买美容啊，买点化妆品啊，买点服装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结果他老一个劲儿的埋怨我，我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不能跟你过了。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花那些钱的话，看有多少，你还给我吧，没啥意义。谢谢两位，注意听人大哥的话啊，那40万夫妻共同财产至少有人20万。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一下吧。我觉得男不出女出。我感觉大哥大姐还是都得出来，还在互相报复呢，分开报复谁啊？估计两个人还得出来，双出。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特别接受这个结局，跟我想的差不多。有遗憾吗？30年的婚姻当然有遗憾，祝他们幸福吧。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总觉得他的前任对他念念不忘，他也没有放下过去的感情，这令我很没有安全感。我的家人非常喜欢他，已经完全把他当女婿看待了，但是他那边态度却总是慢慢来。我也想被他们当成儿媳妇对待呀。还有我们一吵架他就冷战，我想好好沟通都不可以，我只是希望他再包容我一点，不行吗？有请这位年轻的情侣，有请。男嘉宾小朱20岁，来自浙江学生；女嘉宾小刘来自浙江，21岁学生。有请两位，有请。好年轻啊，就想做人家儿媳妇了啊？是你说的吧？哎呀，怎么了？纠结前任啊？是啊。纠结啥呀？就是觉得他的前任肯定还想着他，想跟他复合。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1年还不到呢。哦，1年还不到呢。对，是的，是的。同学吗？同校，我是学体育的嘛，然后就去当篮球教练，然后他是去那边点名，然后就认识了。你是篮球教练？就是去兼职。哦，他是什么？他来点名的老师。哦，都是去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是的，是的。明白了，说吧，说前任吧。就是我觉得他的前任肯定还想着他呀，念念不忘他，
然后肯定想着要千方百计跟他复合。不，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都前任了，是吧？对。那万一他没经得住诱惑呢？跟人家旧情复燃了怎么办呀？不是，你们这不是才谈了还不到1年吗？这次也是我想要来的啊。我感觉我俩就老吵架啊，他经常会看一些或想到一些事情，就容易吵起来啊，然后就会一直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前任的事情啊，然后就会导致我们俩就会吵架了，然后就很内耗。今天是来解除内耗的是吧？对对对。你跟前任到底断干净没断干净？断干净了，断干净。那人家怎么有这么大的疑惑呢？我不知道，他老是会胡思乱想。就是看到网上那些视频嘛，他们说什么高中的那个女生，男孩子一辈子都会忘不了的。我觉得那他肯定也忘不了吧。不，那你怎么办呢？你是给他清洗记忆呢，还是怎么着？这话说的我没法接了。我就想让他完全忘记他呀。哦，好吧，你们俩会经常为这事儿吵架吗？对啊，就是会一直吵架。这春节的时候来我家，然后在我家那边嘛，朋友嘛就说来一起聚一下，然后我想着大家去聚聚嘛，就认识认识。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要我跟那些朋友都断掉。为啥？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他那些朋友，其中有一个是他的一个女发小，他的那个前女友就是他那个女孩子的好闺蜜。当时他跟他前女友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带来，他们俩才好上的。那我就觉得他那群发小想见我，哪是想见我呀？他们肯定是想看看到底是我好呢，还是他前女友好呀？想把我俩比较比较呢。那比较的结果是？那他们觉得我不如他前女友好，肯定就到人家那边去说我坏话了呗。哦，这就笑话我嘛。这都是你想象的还是对啊，真实都是他发生的？想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东西他自己想出来的，自己脑补的是吧？我觉得肯定会这样，他们是好朋友嘛，肯定不希望我好嘛。男生一般受不了这个，对吧？对啊，我这个，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好好解释的，然后他又不开心，有安慰他，但是老这样子也受不了。然后当时他们就问了我很多问题，说你是哪人呀？你们怎么在一起的呀？是谁追的谁呀？问这些，然后我一开始就没说上来，我怕我哪说不好了，等一下他们又跑到他前女友那边去笑话我了。然后他那个女发小就接话了，说那肯定是他追的我呗。我想着他那女发小怎么这么肯定啊？那是不是当初他也这么热烈追求他前女友呢？那我就不高兴了嘛。后来那个他们又说要一起玩游戏，那玩游戏他们当时不是好朋友嘛，他那个前女友，那他前女友肯定玩游戏玩的比我好多了，到时候我玩的不好，他们又要去笑话我了，说我完全比不过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就以后不要跟他们再聚会了，反正都是你妈妈的朋友那些小孩，又不是你自己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朋友，就为了我嘛，就别跟他们好了呗，这个多危险啊！他前女友跟他们全认识了呢。这有什么危险呢？他前女友跟他们全都认识，到时候万一我们结婚了，他前女友想来闹事儿。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很有可能的。哦，有可能，有可能。对啊，我感觉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当时就他们两个女孩子嘛，然后我感觉那个朋友也就是帮他去解释一下吧。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他会随时随地的，因为某一个事儿就会联想起你前女友吧？对啊，跟发小聚会会联想到前女友，还有什么？对，之前那时候回去了，然后他说叫我出来嘛，我就出来了。后面刚到他就发脾气，他就说我还是不是想着我前女友，然后他就开始吐，可能身体不舒服，然后就一直开始吐，一直开始吐，后面就打110去医院了。想事情能把自己气到医院，我也是，就是想你前女友想吐了是吧？我一想到他俩以前亲密过，我就觉得很难受。他俩肯定牵牵手啊、抱抱啊，只是我就受不了，想到就恶心。就是能去医院喽？大夫说什么问题呢？胃痉挛吧，说我呼吸太急促了，什么情绪起伏太大了。我觉得你这个恋爱就不能谈了，姑娘，你这谈恋爱有生命危险，先分了得了，好不好？那不行啊！为啥不行啊？这能想前女友想到吐，这就生理性反应已经有了是吧？现在好多男生都有前女友的嘛，这没办法的事儿。你也知道没办法，但是走不出来是吧？但是我就是会想到，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也不想去想的，因为我自己想到就恶心难受，我也不想想，但是自己想了控制不了嘛。哎呀，除了对前女友
对现在身边的异性，他会有这种感受吗？会的，会的。啊，就是之前我们俩一起出去玩，在酒吧的时候，好像也被别人要微信。他自己也是嘛，他也又高又好看，也会被别人要微信，我觉得很正常的呀。然后我也没给，他也会老是因为这个事情。谁被人要微信？他也被要过，你也被要过。是的，是的。哦，你没给女生是吧？对，不做的挺好的吗？这也生气吗？我跟他一起去玩的，然后呢，他去上个厕所，就那么1分钟的时间。在厕所门口又被女生要微信了，我就那么一会儿没跟他去，我难道一直跟他跟到男厕所门口去吗？就是太危险了，我们以后万一我要出差啥的呢，一离开他，都不知道被多少女的缠上呢。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我不会给别人微信的，然后我也就能做的，我感觉我都做吧，他要的安全感我也都给了，但这样子我也是真没办法。那我觉得肯定是他要跟他要微信的女生不够漂亮呀，他要是觉得特别漂亮，肯定就会给的。不是，你是觉得自己有多糟糕啊，姑娘？比我漂亮女生很多的嘛。不是，漂亮女生是很多，你是觉得你有多糟糕，你不配她是吗？可能有点儿吧，我就感觉他太受欢迎了。不是，哎呦我的妈，我真是，你这个还能谈下去啊？不过我们俩，你为什么不跑啊？不过我是真听不下去了，就这种恋爱谈个一个礼拜不得崩溃吗？不得疯掉吗？就相当于爱你的人就觉得你这家伙随时会跑，只要来一个女的你就会跑掉，你不跑是因为那个女的不够好看，这不疯吗？哎，这不就过来这边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办法吗？哦。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吗？小片里面已经说到了，说人家妈已经把你当成准女婿了，都见过妈了。对，我们都见过对方的父母。一开始嘛，他是生日，然后做个契机，我就陪他去过生日了嘛。然后后面我想着我也要回去一趟，因为毕竟是春节，然后他也跟我一起去我那边，这朋友也那时候不见了。你们家人喜欢他？特别喜欢。对啊，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觉得。又不舒服。为啥？他到我家嘛，对我家里人都特别好，然后跟他们都聊得来，我一家人都觉得他特别好，然后也觉得他对我也很好，都宠着我这样，所以就很喜欢他。那天我们在那个饭桌上就说把他拉到我们家庭群里来吧，就把他当做我们一份子了嘛。后来呢，他就带我去他那边去了啊，然后我就说，那我这样子你家里人全部都见过了呀。那你也把我拉到你家庭群里去呗，我家里人都拉了，你咋不把我拉进去呢？难道我不够格吗？他就不肯呢，我就生气了。我觉得这事吧，就应该慢慢来嘛，毕竟我们1年还没到呢，对吧？其实我家里人对他很好的，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你觉得他家人对你怎么样？对我很好呀。那现在还是没有进家族群是吧？对啊。就是我家都拉了，他家咋不拉呢？你是担心你嫁不出去吗，姑娘？没有，我就想嫁给他是吧？完了，你这怎么办？这肯定跑不了了，这盯死了。哎，你有他们家人的微信吗？有。不是没进家族群，怎么会有微信呢？他姐姐呀、妈妈、爸爸还是跟我加了。那你跟他妈关系怎么样？挺好的，他妈也经常给我发点钱花着。他妈还给你发红包花呢。这不就行了吗？那为啥不能拉家族群呢？我家都拉了。哎呀，你纠结这个干啥呀？真是。我觉得得平等一点。你妈还给他发红包呢？对啊，我妈对他很好的。就之前有一次，我妈还叫我们去吃夜宵，她可能那时候打游戏不开心吧，然后就黑着个脸。那我是因为打游戏黑脸，不是因为你妈呀。我觉得他能看得出来我当时打游戏心情不好吗？我觉得对我妈妈怎么说也要尊重吧。哎呀，我完全搞不清楚他们这是在恋爱还是在打游戏，这有点像打游戏啊，姑娘啊，就是我要挑战是吧？我给我自己设置了一个目标，跟游戏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你的目标，一定要拿下，对吗？还有点像吧。好，你男朋友都有些什么优点？你能告诉我吗？你那么喜欢他？他很照顾我嘛，平常什么事儿都是他替我做。还有呢？然后呢，他也挺上进的，平常就是也会带我一起认真学习啊，要把考试都考好，然后平常还会一起去做兼职。他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就有前女友。
有前女友是缺点啊。好，还有别的吗？还有吵架的时候他会冷暴力我。他老是问一样的问题，前任的事嘛，他就一直问，我也回答过，也安慰过一开始，但是他老问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不想回答了。哦，你有前男友吗？有啊。聊聊前男友啊。前男友感觉可能还就是因为那个前男友才会这样子。当时我是大1大2的时候跟人家谈着，他也是带我见了他的家长，然后他家里人也都特别喜欢我。快吐快点儿吐，我给你打电话，咱去医院，咱不录了，吐得出来吗？哎，这是我感觉有钱人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对啊，那他能吐吗？那你前男友再回来怎么办呀？那我肯定不行，我现在就爱他一个人。那不行啊。那你有过前男友啊？他们都说过呀，前男友一来女生就跑啊。就是他把我甩了的呀。就是他把我甩了的。哦，人家把你甩了。为啥把你甩了呀？因为我脾气不好。谁脾气不好？我呀。看见没有，人家喜欢的是甩他的男人，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喜欢他，那些都过去了吗？我对人家一点感情什么？你刚才说都什么？过去了呀。什么就过去了？我前男友已经过去了。凭什么就过去了？因为他把我甩了。那也拉过手啊，想着也不舒服啊，怎么就过去了呢？然后后面他家人也是说，什么是还有然后呢？还有后面呢？就要不想听这个，你想听这个吗？不想听。就是啊，谁想听这个呀？但是他会问你，对吧？对，是的。今天来是为了分手，对吧？你受得了吗？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受不了。受不了是吧？今天人家来分手了，听明白了吗？接受吗？肯定不接受呀。那不接受咋办呢？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有问题就改呗。你到现在为止没觉得有问题是吗？因为以前也是跟人家这么好，还被人家甩了，我有心理阴影嘛。就不是他甩的你，是每次一见面都就这点破事儿吗？差不多都是要么就是前任，要么就是别的女生，其实完全都没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在幻想嘛。太痛苦了。你觉得这是个问题吗，姑娘？你自己难受吗？难受啊，我很想改，我也跟我的很多朋友们都讲了，然后他们也都开导我什么的，但是就是他们开导我了之后呢，我就好受了，然后差不多过个几个星期，然后又会这样，就我可能想象力丰富吧，我一想到人家亲密的场景，我就觉得很难受。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现在跟他是又想见面又害怕见面，还是说哎呦见面我就是哪一种？其实我感觉是第一种。想见。对，想见是想见，怕见。对，但是有点因为一见就要起冲突，而冲突的点就那么2个。对啊，就吵架都不新鲜了是吧？差不多就是这些事情。吵架都不新鲜了，这段情感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看法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都被他气得我差点我这次背过去了。姑娘，我有过跟你类似的体感体验，就是我之前有过神经性肠炎，就是当你就是受了重大的打击或者是情绪有重大起伏的时候，就会就是上吐下泻，这个事儿是正常的，但是说明你的心理防御机制实在是太低了。我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我的安全堡垒这么容易的就被击溃了？所以我迅速的开始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去提高你自己抗压的能力，这是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之前是这么做的，而且我是真的觉得有用的。第二点是，我来爱情保卫战这么久，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我不想保卫你们的爱情，我有点想保卫这个男生。太可怕了。姑娘，你是觉得你自己长得很难看吗？你为什么对于别人比你漂亮这个事情这么在意啊？你是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吗？有一点点吧。我跟你说，大可不必，没有必要。你挺好看的。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内心我觉得溃不成塔，就是你已经是一盘散沙。从来没有见过一个21岁的女孩子这么的不自信过，震惊到我了。你是觉得你的男朋友长得是全天下的女孩都应该喜欢他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可能目前为止只有你能看得到。你不要把他的优点放得无限大，不要假想，不要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你所谓的他的前任对他有什么觊觎之心，其他女孩都喜欢他，一切都来自于你自己的幻想。你的这种现在所有的反应都是源于你自己，我觉得你太闲了，你去锻炼身体吧。就你整个说话的气场和你整个状态让我觉得你非常的中气不足，太弱了。你的能量明显是低于就是你的对象的。就第一，锻炼身体；第二，多欣赏自己，多夸自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说你谁配不上谁这个事情，这个命题不成立，好吗？第三点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干嘛呢？去读书，去健身。你实在不行，你去跟你自己的朋友玩，交自己的朋友，要有自己的闺蜜，别整天说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面担心他的朋友们说你不好。你得让他去你的朋友圈里面担心你的朋友们说他不好呀。你不要自我感动，并不是说我为了你难过，我吐了一宿，我去医院，这是一种付出。不是，你这叫啥呀？身心俱损。你现在这样下去很伤害自己，很心疼你，宝贝。你要学会剥离，你在情感关系里面要学会剥离，要有自己的空间。你只有有自己的空间了，你才会去释放给他空间。你俩现在是太窒息了。我想问一下男生，你爱他什么？其实我们两个生活中，他也会帮助我很多事情，比如说之前我们一起玩啊，很多事情都交给他，他就可以做得很好。就是他相当于可以给你打理你打理不了的东西。对，秘书还是生活助理？我问的是你爱他什么？我感觉你爱他的自卑敏感，还是你爱他的脆弱多疑，还是你到底爱他对自己的不够自信和对自己的不够认可？我没觉得你爱他，她本身就是一个多疑敏感不够自信的女生，你帮不了她，你也救不了她。爱情不是拿来拯救任何人的，爱情是谈的，谈恋爱是要谈的。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互相的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你们两个根本没有谈恋爱，这么早去见家人，拉家族群，结婚以后不一定你都能进别人的家族群，因为别人的家族群可能会谈他们家族的事情。进了家族群也不代表别人就认可你了。女生，如果你真正想谈一段你想要的、很稳定的、很美好的恋爱，那我告诉给你，可能没有。因为生活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接受生活的无常的变化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劝你分开吧，未来把自己变得更好过后，再去选一段你真正的适合你的恋爱。我问一下女方，你的父母对你很好吗？我妈妈对我很好啊，好成什么样呀？就是什么事情都照顾着我做，这样。啊，你也是不是想着你男朋友也像妈妈这样一直这样照顾你，无条件的、无原则的？父母是离异吗？不是，我爸爸是过世了。所以妈妈照顾你非常的细致、呵护、宠爱。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也希望把这种感觉在男朋友那里延续。你现在还是学生，你没有真正步入社会，你现在连一个独立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还没有。你现在谈的不是恋爱，谈的是一种被宠爱、被关注的感觉。的确，因为爸爸过早的过世，妈妈一个人爱护你，也给你们这个家庭有很多的这种缺乏安全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种失控的纠缠和过度的加戏，也在制造新的危机。你的这种行为没有给你们的关系带来更好的走势。现在你的男朋友已经快失控了，快受不了了。下一秒他还能坚持与否，我们不知道。所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想从别人那里去要安全感，这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制造问题。刚才你也说的也非常好，至少你有认知，说我也控制不了，我知道这样不对，是吗？
该翻篇要翻过去。你就是因为一直想活在过去那个氛围里面，你没有独立生存下来的能力，那么你就是摆脱不了的。所以该你经历的必须要经历。我放眼看下去，其实你未来跟谁在一起都是这个模式。再好的男孩都会被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你虽然有好的一面，但是那个破坏的一面也会让他们崩溃。那今天于老师在这里想跟你讲，有一段路要你自己走，这段路不是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是解决你未来和另外你亲密关系的问题，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他，那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当中脱离出来，从你的学生氛围里出来，等你步入社会走一段时间，你们俩的关系先断一段时间，等你觉得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了，自己可以自娱自乐了，不必非得依赖妈妈、依赖学校、依赖男友。当你能够独立走这一端的时候，你才具备恋爱的资格，那才有可能拥有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先长大了再说，真的变成年人了，能够承担了，能够照顾自己了，才能把恋爱谈得稳。你确实配不上他，认知啊、价值观啊，以及除了容貌以外的任何，你配不上他。扎心吗？恨我吗？他可能前女友就是比你好，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懂得自我去成长、反思和救赎的话，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救得了你。我一直在想，你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给你内心有一些创伤，你如果这个创伤没有痊愈的话，你去自己找办法、找方法让自己把这个创伤痊愈了。你不能通过折磨别人来去舔舐自己的伤口，这样的感情它不叫爱，就是作。我本来以为我21岁的时候已经挺作的，今天跟你一比差远了。我以前对于前任这件事情也比较纠结，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通过什么方式想明白的，就是你没碰到一个能治你的人。这些人啊，他们表面上都跟你妈一样惯着你，你想问我就给你讲，你想听我就跟你说。他们自以为是啊，我说完了，坦诚了，坦白了就好了，没想到哎不对，你还有接下来的一步又一步。所以你就是欠一个治你能收拾了你的男朋友，你这个前任的问题就立刻解决了。你知道吗？人的认知是分层次的。如果当你的认知和你的另外一半亲密关系的这个人的认知不在同一个层次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是鸡同鸭讲。什么你嚷嚷着要进人家家族群，千万别进，姑娘。你把他拉进你的家族群，我都不知道你们家人怎么想的。你说未来分了手还得删，多尴尬呀。要不然你们家还得再单独开一个群。所以你纠结在这些形式和仪式的上面的问题，就能代表得了他真的有多爱你吗？你真的能嫁给他吗？你能就此时此刻确定的说以后就非他不嫁吗？姑娘，你根本没那么爱他，你要的只是所有人把目光放在你的身上。你要的是所有人像你的妈妈一样那样守护你、保护你，因为你自己觉得我太可怜了，我可能爸爸离开的早，因为你的家人可能一直在给你传递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会上只要跟你发生亲密关系的人，他们都一定要这样宠着你，因为你很不容易，你的成长环境可能很艰辛，你内心有很多的创伤，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和你去世的爸爸，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你感同身受，能够像他们一样爱你。所以你应该要接过你爸你妈给你的爱的接力棒，好好的爱自己。你如果不爱自己的话，把这种的希望寄托在别的男人身上，希望他们能这样关注你、爱你，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成长、反思、爱自己。好，谢谢珊娜老师。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听了老师们讲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自己有问题。然后呢，我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
我想着我一定会在后面生活里多关注自己的事情，少把心思放在你的身上，多努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把自己提升起来，然后踏踏实实的过好我们当下的生活，不再纠缠过去，还有去担心未来了。我感觉吧，其实你对我也很好啊，你也经常为我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感觉我们两个的生活实在是有点糟糕了，很内耗，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彼此，有的时候看到你，比如说你想，我们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我们说你的问题是那部分的问题，不是说你很糟糕。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预测一下吧，韦老师，会不会双出？不会，我觉得男不出女出一样。女方一直在找男朋友，也是在找爸爸，在找被宠爱的感觉，所以他会出来，男方应该不出来。我觉得双不出。我怎么觉得要双出呢？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过来吧，过来吧。跟我们家闺女儿一样，我要做管理了，不喝奶茶了。走到奶茶店旁边，爸爸，我能喝杯奶茶吗？我自己花钱买可以吗？我说好吧，我帮你买一杯吧，你还得宠着她。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关系。来吧，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对不起，我以前对你太苛刻，我以后肯定会改的。哎，我们以后慢慢改就好了，对吧？慢慢变好。谢谢两位，请回吧。就是祝他们，因为年轻嘛，就是祝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谢谢老师们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